福布斯4月19号刊登 David X 的文章，分析台湾正在研发新型战斗机，指出在与中国的战争中，它可能会持续几分钟。台湾工业界正在研发一种新型载人战斗机，然而这可能是个坏主意。台湾空军可能无法在中国攻击这个大岛的火热初期生存下来。人民解放军可以用数千枚火箭弹和巡航导弹猛击台湾空军基地。任何设法起飞的台湾空军战机都可能在空中面临严峻的困境。中国能出动的飞机比台湾多出数百架。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一些专家建议台北采取不同的方式来保卫其领空。他们建议，与其试图与中国进行战斗机对战，台湾应该利用非对称优势，比如投放远程导弹轰炸中国机场，将地对空导弹炮台隐藏在山中，部署成群的无人机。但是台北似乎决心操作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即使他们在战时可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台湾正在花费数十亿美元购买新的 F-16战机，建造本地设计的轻型战斗机，并为未来的喷气式飞机制定蓝图。这些努力加起来可能要花费120亿美元，而对于台湾来说，真正要制造未来的战斗机还需要花费数十亿美元。如今台湾空军拥有300架前线战斗机，其中包括几十架 F-5、100多架 F-16A， 略少于50架幻影2000和约100架本地生产的 FCK-1。另外，100架属于训练中队的喷气式飞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执行战斗任务。战斗机机队正在逐渐老去，台湾潮湿的气候也带来了不少影响。腐蚀是一个持续的问题。为了更新机队，台北在2020年与华盛顿签署了一项价值80亿美元的协议，购买66架新的 F-16V。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还将帮助台湾飞机制造商航空工业发展公司将老旧的 F-16A 升级到新标准。同时，航空工业发展公司正在以 FCK-1 为基础，建造至少66架 AT-5 战斗能力教练机。AT-5 比 FCK-1 略大，容量更大，并拥有复合材料机身部件，但是它的美式 F-124 发动机缺乏后燃机，性能的降低可能会限制它在战时的作用。F-16V 和 AT-5 加在一起，对台湾空军的能力提升不大，瞄准更深层次的空中动力升级。台北在2017年启动了一项20亿美元的努力，设计一种新的战斗机及其发动机。国立中山科技研究院正在进行设计工作，航空工业发展公司将制造新飞机。根据研究院院长张忠忠最近的评论，蓝图和新的 F-15XX 发动机这一个升级版的 F-124应该在2024年能准备好。我们不知道新战斗机可能是什么样子。台湾空军对国产战斗机的设计采取了一种进化的方式。F-16V 正在取代 F-16A，FCK-1 是 AT-5 的基础。为了降低成本和风险， NCSIST 可以进一步进化 FCK-1， 或许可以改进其传感器和飞控系统，并增加 F-15XX 发动机。但是，一份泄露的文件暗示，台北的设计者希望下一款战斗机有一个新的机翼。2016年，网上流传着一份台湾空军简报的截图，其中包括一张战斗机概念的渲染图，似乎将 FCK-1 的机头和座舱与类似幻影2000上的无尾三角翼相结合。三角翼可以赋予新战斗机更大的航程和机动性，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将更加昂贵，而且对于航空工业发展公司来说更难制造。花额外的几十亿美元购买可能在战争爆发后5分钟就被炸毁在地面上的飞机，真的值得吗？当然，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任何台湾战机，无论它的技术含量是低还是高。不久前，台军向立法院提交了下一代主力战机报告，证实了称台军正在研制一种全新的隐身战机。根据相关报告显示，这种飞机的研发计划始于2019年，该计划参考了此前 IDS 潜艇的前建国造模式，由台湾中科院担任主合约商，汉翔公司为次合约商。该机预计在2023年开始研发，预算超过上百亿新台币。首架原型机计划在2025年前公开亮相。最初，台军希望基于 IDF 战机使用的 TFE-104270 发动机，自主研发下一代战机所需的高性能发动机，代号“织女星计划”。这一计划在2018年开始实施，并且获得了10亿新台币的拨款。对于开发新型发动机项目，显然少得离谱了。另外，这种新型战机也将沿用永鹰高教机的航电设备。按照原计划，这种飞机将在2029年生产出首批9架原型机，
但台军声称，由于目前的局势，新型战机的开发速度必须加快，要求在2026年前生产6架原型机进行测试。由于国产发动机的技术水平不能满足要求，台军最终决定向美国采购 F414发动机，也就是超级大黄蜂和韩国 KF-21战斗机的动力来源。台军的所谓下一代战机究竟长什么样？现在台湾也没有公布明确消息。有些消息声称，这种飞机会采用双发设计，是一种中型战斗机。但以台湾的航空工业水平，这样的设计显然过于困难。单发轻型战斗机的方案或许更有可信度。作为台军所谓下一代主力战机的核心 ，F414发动机的性能还是相当不错的。F414发动机是在 F404发动机基础上改进而来的，专门为超级大黄蜂的升级改造而设计。美军 FA-18EF 超级大黄蜂、EA-18G 咆哮者都使用这种发动机。此外，瑞典 JAS-39E 鹰狮、印度 LCA 光辉和尚未首飞的韩国 KF-21 猎鹰战斗机也都使用了这种发动机。由于在设计时要求能够和 F404 发动机通用， F414发动机的尺寸和 F404 基本持平，很容易改装到超级大黄蜂和其他使用 F404 发动机的飞机上。而相对较小的尺寸也让 F414 发动机可以在中型机上采取双发设计。如果台军想要开发一种单发机，那么可供参考的对象主要就是 JAS-39和 LCA， 两种飞机都使用 F414 发动机，都是单发轻型机，但都不具备隐身设计。后者的典型则是超级大黄蜂和韩国 KF-21， 这些飞机都可能成为台湾的参考对象。相比航空大国，韩国这样的技术水平显然很落后，但在小国里面就算不错了。设计 KF-21 这种技术上并不先进的准隐身战机，对韩国来说并不困难。毕竟日本的 F3 目前还停留在 PPT 上，欧洲各国的下一代战机也都还只是模型而已。台军正在开发的永鹰高级教练机，实际上也是基于 IDF 设计的，只是简化了 IDF 的作战系统，主要用于训练飞行员，差不多就是 IDF 青春版。因为缺乏设计经验，永鹰的机体结构和 IDF 依旧非常相似，动力系统也完全相同。前面我们说过，对于台湾的航空工业水平来说，设计制造双发中型战斗机的难度相当大，但这并不影响台军的设计师在 PPT 上面画图。如果采用双发构型，这种飞机很有可能会参考韩国 KF-21 战斗机的设计。这样的问题在使用2台 F414的 KF-21 上也同样出现，迫使韩国设计团队使用半埋式挂架的设计，牺牲一部分隐身性能在单发战机上。这种缺乏空间的问题只会更加明显。即使是日本、韩国这些拥有一定航空工业实力的国家，都在隐身战机开发上遇到困难。想在几年时间里设计出隐身战机，以台湾的实力根本不可能。目前常见的新型战斗机主要分为战斗教练机、多用途综合战机和特种战机。冷战时，美苏发现战斗机增加后座飞行员可以提升战机的态势感知和设备操作效率，因此他们都发展多种带有先进雷达的新型战机多用途战机，但它们的定位有所不同。例如配备先进雷达的 F14 主要考虑舰队防空，因此需要专人操作雷达，才能将其航电和远程半主动拦截弹的威力发挥到极致。美国空军的 F-15E 则是在空军战机多用途理论盛行的上世纪80年代末诞生。由于 F-111 退役，美军只能通过改进 F-15以弥补对地打击环节的空白，因此 F-15E 虽然携带当时最好的 APG-70 雷达，但它的主要目标还是充当炸弹卡车打击苏军装甲机群，而后座人员主要负责武器控制台。苏27研发过程中，苏联也同时发展了新型战机教练型苏 27UB。该机服役后，苏联国土防空军又希望研发其改进型。按照规划，这种改进型新型战机不但可以用于远程拦截，而且还能充当空中指挥机，由此指挥基本型苏27编队。苏军认为，本国国土面积广大，而东部地区野战机场和指挥部较少，因此不但影响指挥效率，也容易让飞行员疲惫。而新型战机版战机不但弥补了地面指挥所不足的问题，还能最大程度避免飞行员过度疲惫，由此提升战机在空中巡逻的时间。上世纪90年代，这种思维也随着苏30的引入影响了中国空军，因此还专门开发了苏30 MKK 指引苏27编队的战术，并出资协助俄共青城厂研发这种战机。
然而，由于俄系航电性能不尽如人意，因此当时的设想难以真正实现。美俄两国重型5代机问世后，也都开始讨论新型战机发展型，但由于 F-22的产量被大幅削减，而且其新型战机版 FB-22的项目和 GSF 项目冲突，因此最终胎死腹中。此外，美军还认为，技术智能化的发展将会让后座操作员不再如此重要，飞行员即可在人工智能协助下完成任务，而苏57基础型尚且因为资金链难以维持而举步维艰，新型战机型自然遥遥无期。然而，这种认知并不能完全符合目前技术的发展，这是因为机电设备越发复杂，飞行员很难一面驾驶一面兼顾所有设备，因此这直接影响到战斗机多用途化的实际水平。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目前也依旧存在不稳定和不完善之处，无法真正取代操作员。而美军2种隐身战机的冗余度又存在不足，因此无法直接改成合格的新型战机隐身机。反观歼20，在设计时就规划了单新型战机2种型号，而且也借鉴 F-15E 的设计思路，即通过单座型座舱后方预留空阔航电舱，降低新型战机型设计难度，由此保持结构通用化，并降低对应成本。从布局来看，新型战机歼20和基本型歼20近似，并未采用并列新型战机，尽管看似不够科幻拉风，但却极大加快了服役进度。教练型或升级版炸弹卡车可能性都不大。目前的模拟飞行软件远非当年可以想象 ，L-15猎鹰这样的高端教练机也完全可以胜任培养新型战机飞行员的重任。此外，新型战机飞行员都是从其他战机的尖子中挑选而来，新型战机本身的驾驶乃至内部技术掌握也体现了极大的智能化特点。甚至某些飞行员将其比喻成手游那样容易快速上手。由此看来，新型战机这样昂贵的高端战机不可能额外浪费宝贵的机体用于教练型。什么时候台湾才能走到世界的前列呢？最近台军一架 F-51战斗机在台东外海训练时突发故障，飞行员跳伞逃生后不治身亡。其实这段时间以来，此类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台军训练战备能力不足，稍微一施压就顾此失彼，疲于应付的现状。而说起 F-5轻型战斗机，很多人都特别的陌生。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款和米格负21并称2大阵营廉价战斗机的 F-5轻型战斗机。F-5战斗机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美国以欧亚各个盟国实际国情出发，打算研制一款物美价廉、便于维护，能够从简易机场和跑道起飞的超音速战斗机。随后诺斯罗普公司便提出了一款代号为鹰-156的轻型战斗机方案。该机采用了2台5加力的 YJ85-J1-1涡喷发动机，原型机仅装备2门机炮用于试验，在气动布局上和 F-9F 战斗机类似。随后诺斯罗普公司就将该方案提交给了美国空军和海军。然而美国海军和空军对这款总重不到5吨的轻型战机实在提不起兴趣。好在当时美国空军有意更换老旧的 T-33 教练机，所以勉强接受了由鹰-156T 改进而来的 T-38 教练机。通过对比图我们可以看到， T-38 教练机保留了 F-5A 战斗机的一切作战能力，两者仅在机翼边缘、进气口形状、尾部减速伞舱等部位有着略微不同。当初也是 T-38 订单的续命，采用诺斯罗普公司由本钱完善 F-5 系列战斗机。时间来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了一系列的军援计划，而诺斯罗普的鹰-156轻型战斗机被选中作为援助战斗机。随后鹰-156便被赋予了 F-5A 自由战士的代号。到了60年代末期，美国政府再次提出了一个名为国际战斗机计划的竞标案，诺斯罗普在自家 F-5AB 的基础上为其换装了2台 J85-J1-21 发动机。最终在8家公司的竞争下，诺斯罗普的方案最终胜出，而这款设计方案就是如今台军装备的 F-5AF 轻型战斗机。台军正式装备 F-5AF 战斗机是在1973年，当时美国和台湾地区签署协议，由诺斯罗普公司以技术转让的方式授权台湾生产 F-5AF 战斗机。次年10月，第一架 F-5E 战斗机正式下线，随后便交付台湾空军第1联队使用。作为一款低档战斗机， F-5A 的2台发动机分别能够提供1600千克的推力，极限平飞速度为 1.64 马赫，低空盘旋能力优于苏联的米格负21战机，但是在爬升率、
水平加速度和起降滑跑距离上要稍微逊色于米格-21战斗机。相比于适合高速截击作战的米格-21 F-51 更加适合亚音速作战。另外F-5系列战斗机的外观设计令人称赞，它们拥有小巧灵活的机身和细长的机头，搭配梯形翼和一间导弹架，整体看起来轻盈而协调，符合经典的空气动力美学设计，甚至带有一道闪电破长空的意境。俗话说，颜值即战斗力，在某种程度上这句话是正确的，因为在战斗机中，颜值通常意味着出色的气动外形，而出色的气动外形自然会带来卓越的空气动力特性。在过去的末世空战时代，这基本上意味着更强的性能优势。而在上世纪60年代，F-5的气动设计由 P-51 和 F-86 的首席设计师埃德加·施穆德负责。它是早期采用边条翼的战斗机之一，可以说在当时的2代战斗机中非常出色。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内，机载雷达和空导弹开始广泛使用。虽然 F-5 也采用了双侧进气，但由于机头较小，还加装了2门航空炮，一开始并没有机载雷达，严重影响了其作战能力。在50-60年代初，这还可以勉强接受，但随后的发展让其逐渐失去了竞争力。于是 F-51 应运而生。然而，最初装备的2款雷达 NIPQ-153 和 NIPQ-159， 其作用距离分别仅为10海里和20海里，相当于不到20和40公里，甚至不及中程鹰-7导弹的射程，更别说搭载鹰-9导弹上的红外导引头的探测距离了。后来在 F-20 计划中，准备加装爱默生电气公司的 NIPG-69 雷达，虽然 F-20 最终未能实现，但这款雷达在台湾等国外生产的许多 F-5AF 上得以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F-5AF 的空战能力。在武器方面， F-51 一共有2个翼间发射滑轨和5个外挂点，2800千克的最大载弹量，相比于米格-21那1000千克的载弹量堪称碾压。装备2门20毫米航炮，对空作战时能够携带 鹰-9响尾蛇防空导弹，对地攻击时能够携带 MK82 低阻炸弹、CBU-24集束炸弹、空地导弹和各种无控火箭弹，加上 F-5 的低空低速稳定性较好，非常适合执行对地攻击的任务，简单可靠，易维护，出勤率高的特点也使得 F-5 不失为一款近距支援的空中好手。但是话又说回来， F-5 自身定位是一款轻型战斗机，各种先进电子设备受到内部空间的限制很难安装进去，所以该机在现代空战条件下执行复杂作战任务的能力极其有限。在夺取了制空权的状态下， F-51 战斗机作为一款辅助战机，确实能够发挥对地攻击的任务。除此之外，在毫不需要考虑制空权的低强度战争中， F-51 也能在空中肆无忌惮地打击地面目标。但是现代战争打的就是制空权，在高强度且丧失制空权的作战中， F-51 在面对重型空优战斗机时，完全只有挨宰的份，毫无生存能力可言。此外， F-51 还有一个最大的缺陷，那就是设计之初就注重亚音速作战，所以其可怜的 1.5 马赫平飞速度，在如今飞得越来越快的战机面前，越来越力不从心。其实 F-5 战斗机特别适合当时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美军在越南制霸天空。相较于维护保养成本极高的 F-4 鬼怪， F-5 轻型战斗机更具性价比优势。后来美军还特地派遣了几架 F-5 战斗机前往越南试验，但是后来便不了了之了。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普遍都装备了更加先进的3代机，老旧的2代 F-5A 战斗机逐渐的退出了各国的军事舞台。但是台湾地区装备的 F-5A 规模实在是太大了，总共约有1400多架，所以台湾当局决定继续升级现有的 F-5AF 系列战斗机。首先就是为其换装更加先进的 GD-53 雷达，提高其视距外空战能力。其次还林总总的升级了一下电子系统，这就是 F-5A 虎2000战斗机。该机原型机于2002年正式首飞，但当时世界各国空军正在陆续换装3代机，这种升级版本的2代机台军完全没有兴趣，所以 F-5A 虎2000战斗机计划也就没有了下文。后来台湾在1965年根据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接收了首批7架 F-5A 和2架 F-5B， 到1971年台湾总共引进了72架 F-5A 和11架 F-5B。 后来随着美国从越南撤军，为了弥补南越空军的损失，从台湾调走了48架单做 F-5A。 1973年台湾又收回了20架飞机，但那时这批飞机已经不适合大规模使用，所以在1975年又提供给台湾28架新飞机。同时台湾还引进了生产线，开始自主生产
项目代号为虎安。到1986年生产线关闭时，台湾共生产了6批242架 F-5A 和66架 F-5F。加上之前获得的飞机，台湾曾经最多拥有336架 F-5EF， 成为最大的 F-5EF 用户。F-5F 因为是升级版，增强了对地打击能力。台湾的这批飞机也能携带 AGM-65 空地导弹等武器。如果是在几年前，他们还真可以执行攻击任务，但时过境迁，这批飞机早已退出一线。目前只有台湾空军第401联队第12大队和第737联队第7大队还在装备 F-5AF 战斗机，总数约在50架到100架之间。原本台湾计划在2019年全部退役这批飞机，但后来推迟到2024年。按照这个时间点，说不定他们还能参与最后的一战。好了，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我们下期见。